有法则之海这么一个地方，时间堆也会堆出来一堆帝君强者。这么说吧，帝君的数量比天地还多。难道是因为虚无之地的特殊情况，才造就了这样的结果吗？那道君的数量呢？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同样也不少。真正缺少的是道地巅峰。虚无之地真的很奇怪，颠倒，所有的一切都颠倒。啊，颠倒。看来，在这虚无之地，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反其道而行，或许才是正确的。行了，废话说的有点多，咱们还是出发前往法则之海吧。带我？不过，你能不能先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你吹了几天牛逼，你连自己叫啥都没说过。啊？没说过吗？那我是怎么称呼自己的？你一直说你是诚实可靠小郎君，绝世无敌圣天骄，还有……别说了，我真的这么自恋吗？我叫沈木舟，其他不过都是别人对我的夸赞，不值一提。大哥，这货的自恋也就比你差一点啊，这叫什么话？我很自恋吗？我什么时候自夸过？都是别人发自肺腑的夸赞我。对，我也是。你是个粑粑。大哥，我曾经是。别废话了，出发。走，出发法则之海。前面就是了。法则之海，我终于再次回到这个地方了。这法则之海居然在上面。虽说叫法则之海，但法则之海可并非真的海。你们看，法则之海附近聚集了多少人？这些人都在等待着法则果实的掉落。掉落？法则果实是从这法则之海之中掉落下来的吗？没有感知力，在这里全凭眼睛来关注，所以这些人动不动就会盯着法则之海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的时间。法则之海这么大，谁也不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究竟会不会掉落法则果实。你看，仅仅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这部分就有数千人，这里面最弱的都是天地巅峰。他们为什么相隔的距离都差不多？是有什么规定吗？有，也不能说是规定，也算是大家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吧。为的是增加获得法则果实的几率。虽说这里竞争很激烈，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联合行动，到最后再根据收获进行评分。一方面是人多取得的机会就多，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被人眼红。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不过也有一些独来独往的存在，这些人都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的。在这里，法则果实掉落的过程不允许抢夺，谁捡到就是谁的。但捡到之后能不能安全的拿走，就要看实力了。那如果捡到了法则果实之后，直接选择服用呢？这样别人不就没有机会了？确实，但没有人会傻到直接服用，这等于将自己完全的暴露出来。领悟的过程之中就是一个靶子，太危险了。确实很危险。不过法则果实都已经被服用了，他们就算是动手，也没有办法抢回法则果实，不是吗？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做的，谁愿意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去赌这么多人的人性呢？哪怕只有一个损种，那也很危险。你们快看，好像有什么东西掉落下来了，不会这就是法则果实吧？啊，掉落法则果实了。运气不错，咱们刚来就看到了法则果实的掉落。那个就是法则果实，掉落之时会被一层法则之力缠绕，被人捡到之后，那层光芒就会消失，变成一个圆形的果实。你们说，这些人的手上会有多少法则果实？够不够让大家领悟5种法则之力的？啊，陈禅这是打算上来就直接抢夺吗？所有的一切都是颠倒。既然如此，法则之海会不会也这样呢？哦，对了，这里什么都颠倒，那男人和女人，时间久了不会也出现问题吧？不会吧？不会戴久了长胡子吧？别看我真不知道啊。那个陈兄，这一点你就不要过于担心了。还有，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你第一句说法则之海会不会也这样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吗？我观察了一下这法则之海，里面蕴含的法则之力十分的恐怖。如果恐怖的法则之力不可能那么长时间才孕育出一枚法则果实，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法则果实掉下来的只是偶然事件？虚无之地天地颠倒，大家看到的掉落其实是漂浮。那么法则之海的背面会不会才是真正掉落法则果实的地方？也就是说，穿越法则之海另一边会有很多法则果实。陈兄，这法则之海可是完全由法则之力凝聚而成，谁敢轻易进入其中啊？那还不直接被法则之力灭杀了？这法则之海虽然并没有完全覆盖整个天空，可怪就怪在法则之海的边缘是虚无的，无法通过绕行去到法则之海的另一面。我想试试。你疯了？道地都不敢进入法则之海，你就算是再变态也不能找死啊！出于私心，我倒是希望你进去之后能有所收获。
可我认为以你的实力，咱们还是干点打家劫舍的勾当比较稳妥。大哥，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会帮你看着这小子的，绝对不会让他使坏。就你，我要是真有点什么坏心思，你觉得你行吗？放心吧，他不敢，也没有必要。他又不是傻子，跟着我混，说不定还能有点好处。得罪了我，他跑得掉吗？感知力确实没用，可别忘了，我还有灵隐术，他的气息我已经收集了，跑不了，而且会死得很惨。你要是真的敢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老子弄死你！师兄，这叫什么话？我是那种人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有我在，保证他们安安全全的。师傅，我去看看这法则之海里面的情况如何。那你小心一点。放心吧，我死不了的。说罢，陈长安纵身一跃，直奔着法则之海冲了过去。真的不会有事吗？既然他选择了这么做，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吧。咱们等着就好了。就这么等着？哎，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咱们边吃边等吧。我这还有点东西，大家要不要来一点？这些东西我知道，对修炼很有帮助的。不是，现在就开席，早了点吧？开席？大黄的一句话让场面瞬间变得安静了下来。那什么，我不是那个意思。开席吧，怎么说呢？这也是分白事和红事的。咱们这是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再敢乱说话，我拔了你的舌头。知道了，不说了，不说了。啥是吃席啊？滚！啥？滚！哦。另一边，陈长安已经出现在了法则之海。当身体进入到法则之海的那一刻，陈长安感受得到无数法则之力冲向自己，但这些法则之力对自己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反而是似乎有一种迫不及待和自己融合的势头。融合？什么意思？陈长安没有先去了解法则果实的情况，而是慢慢的放开身体，让这数之不尽的法则之力直接冲进到身体之中。随着法则之力的涌入，陈长安发现自己竟然在快速的领悟其中所蕴含的法则之力。风水火土金木雷，虽说只是初级的法则之力，可是陈长安领悟的越来越多，体内的法则之力也是越来越强。不仅如此，他发现自己的修为竟然也在不断的攀升。这意外收获让陈长安也是十分的惊喜啊！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不会……一晃过去了10年时间，陈长安自从进入到法则之海后，便没有了任何动静，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他是陈长安，绝对不会有事。你们就这么相信他？你不懂，什么意思？你是个人对吧？啊？这叫什么话？你这意思，你大哥不是人？错，我大哥是神。神？神境强者？不对呀，他不是仙帝境界吗？你大哥神域来的？神域算个屁呀！我大哥……行了，少说点废话。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这10年，一枚法则果实都没有掉落过。10年之内无所收获，在这法则之海是常有的事情，甚至有些时候数百年都没有法则果实掉落呢。之前或许是常态，但如今一定和陈长安有关。到时候我哪怕分上3、5个法则果实也不错呀。只不过我好像什么忙都没有帮上，会分给我吗？终于突破了。当陈长安领悟了100种法则之力的那一刻，修为也成功突破到了天地1重。陈长安睁开眼睛，这才注意到在这法则之海中，法则果实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正如陈长安猜想的一样，法则果实是向上漂浮的。这么多啊，不要白不要，以后用得上。毕竟这东西自己用不到，还可以给别人，毕竟自己人还是不少的。他一边收集，一边也在观察着法则之海。他怀疑陈天在这里或许给自己留了什么东西。可陈长安法则果实收集了不少，却始终没有发现法则之海中究竟还有什么秘密。难道说真的不是这里吗？还是说于念念真的是一个关键所在，要让于念念出现在法则之海，才能够有所发现？算了，先回去吧，胡乱猜测也并没有什么用。当陈长安从法则之海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看到他也都懵了，居然有人能够活着从法则之海中走出来。虽说有了陈长安这个先例，但众人还是有些不敢冒险。既然不敢冒险，不少人便将目光放在了陈长安的身上。大哥，你突破到天地1重了。长安，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我操，陈兄你太猛了，居然真从里面活着出来了！大哥，大黄都准备开席了。我操，你他妈诬陷我！我没有，你自己说的开席。收获怎么样？很多，里面的法则果实数以万计。数以万计？居然这么多？难道说真被大家猜对了？法则果实掉落出来的其实才是意外？
大多数都漂浮上去了。陈兄，麻烦来了。这位兄弟当真是有勇气啊，居然敢冲入法则之海中。我们想问问，这法则之海中是否有很多的法则果实？一直都有传言，法则果实可能会反其道而行，掉落出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不要绕圈子，有话直说。好，是个痛快人。我们过来的目的也很简单，不过是想要分一杯羹罢了。你们只有几个人，虽然还有一个帝君7重境界的人，但我们人数更多。我相信大家的目的也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将获得的法则果实分给我们一部分，我们马上就走，绝对不会为难你们。这里面有帝君9重境界的人，咱们的运气看起来并不好。这个区域有强者，运气不好啊！你们这么多人，我手上的法则果实不够分怎么办？要不然你们先商量商量。小子，你这点心计就不要拿出来了，很低级。够不够分，我们会自行处理。你先将东西交出来吧。交出来，你们可以走；不交，那就把命留在这里吧。陈兄，怎么办？我的实力最多能够顾及到一个人，不需要你动手，看戏就好。东西交出来吧，这样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什么？他刚刚都说了些什么？难道是被吓得已经语无伦次了，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吗？是不是咱们太可怕了？这小子怎么还说不明白话了呢？可能是吓坏了，应该是没见过这等场面。那咱们语气温和一点。温和一点，别吓坏了小朋友。小朋友，麻烦你把法则果实交出来，然后我们就放你回家，好不好？诸位老东西，把你们的东西交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一个全尸，好不好？啊！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好久没有见过如此狂妄的天地一重了。小子，既然你自己找死，那也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本来还打算留你一命，现在看来是我们太仁慈了。哎，快过来，这安全。躲在陈长安身后，难道就可以没有任何危险了？那我怎么办？要不要过去？好歹我也是帝君7重境界，应该可以帮上点忙吧？你别愣着了，快过来，给你留地儿了，别这么耽误事儿。真的没事吗？你可以永远相信陈长安。陈长安，你小子就叫陈长安是吗？玩够了吗？准备好受死了吗？既然你们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就送你们上路吧。话音未落，陈长安突然出手，速度之快，谁都没有反应过来。小蚯蚓，一坨，行动！好嘞。他们在做什么？搜刮这些人身上的资源，捡尸呢。好熟练，看起来这事儿他们没少干呢。总要出点力不是？这有道理，那我也去。发了，嘿嘿，这一次可真的发了。这些人手上好东西可真是不少啊。你们收获怎么样？很多，非常多。大哥，给你。大哥，我也收集完了。啊，大哥，我什么时候成你大哥了？哎，大哥，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咱们两个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从见到的那一刻呀，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同样，你也是一个非常优秀、远超我不知道多少倍的人。其实，在那个时候呀，我的内心深处就已经将你认作大哥了，只是羞于开口。今日见到了大哥真正的实力，我觉得我不能再隐藏自己的内心了。大哥，收了我吧。收了你吧，你还有这种嗜好？陈长安，你给我离他远点。你看，我师傅不让我跟你玩。别啊，我还想和你玩呢。哎，别这样，那个大哥，您师傅我得怎么称呼啊？叫大嫂。啥？大嫂？我操，大哥你牛啊！哎，话说起来，当年我师傅那也是一个绝世大美女，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没敢。哎，只可惜最后等我追赶上师傅的时候，他……哦，原来他喜欢女人啊，那没事了。啥意思？什么叫他喜欢女人那就没事了？他居然以为我喜欢男人？他不会是……我诚实可靠小郎君，风靡万千美少女，追我的人呢，从心域一边排到了另外一边。我可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我喜欢的是女人。那谁知道这虚无之地完全颠倒，生活久了，也许就变了呢。被人质疑很生气，可这是大嫂啊，我还想跟着陈长安混呢，怎么能招惹大嫂？哎，大嫂你放心，我对大哥绝对没有绯闻之想，不过是仰慕大哥的风采，对他颇为敬仰，只有崇拜之情，绝无苟且之意。苟且之意，你会不说话？别的先不说，你能不能把你刚才没讲完的故事好好说一下？没别的，爱听。去，少打听。大黄，这是个人隐私，不要在别人的伤口处撒盐。
这好吧。不过我就喜欢扒开别人的伤口。哎，来细说。看到陈长安兴致勃勃地盯着自己，沈木舟也是一脸无奈的表情啊。你们都没有同情心的吗？合着你他妈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好无聊的故事啊，大哥，这是我听过最无聊的一个故事了。我觉得他挺活该的。确实挺活该的。活该，太他妈没有同情心了！你们不懂，你们真的不懂，这是我一生之中最痛苦的事情。我罢了，过去已成往事，莫要再提。他对师傅心生仰慕，可他师傅却早就已经心有所属。可当他站在仙域顶端的那一刻，迎来的却是师傅嫁人的消息。你们说为什么？我到底差哪儿了？感情这种事情勉强不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并不意味着你差。或许真的是这样吧。哎，要我说呀，你就是走错路了。你从始至终有没有和你师傅表达过自己的真实想法？没有。那你看看，你师傅从来都不知道你喜欢他，所以在他心中，你也就只是一个徒弟，仅此而已。啊，真的吗？当然，还有就是，你要变强，这无可厚非，可你也不能这么大意吧？培养感情，懂不懂？你感情都没培养起来就跑出去，你师傅还能记得你就很不错了。虽说强扭的瓜不甜，可解渴呀。你应该做的就是，先在你师傅心里面留下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象，好的坏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念念不忘，懂不懂？算了，现在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下辈子吧，下辈子你积极点。虽说师傅当初心里面有人，可那个人已经死了。我本以为只有变强了才能引起师傅的注意，不曾想被别人钻了空子。只可惜，就算现在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也没用了。哼，你又是什么时候明白的这个道理啊？你不会自小就目的不纯吧？师傅，你这是误会我了，咱们俩能一样吗？咱们之间情比金坚，纵然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你我之间的感情也绝不会变。咱们行了，别说了。嘿，你妹，闭嘴！咱们还是先办正事吧。分资源，来，人人有份，排队。分资源。听到这话，大家都是眼睛一亮，排队的速度比刚才还快呀。师傅，这是100枚法则果实，你先收着。还有这些是刚才从这些人身上搜刮的资源。100枚，出手就是100枚，这他妈也太阔绰了吧！你也100个，你也是，你也是。啊，我也有啊。都有。都有，那我是不是也有啊？干嘛呢？干嘛呢？你说干嘛呢？这不是等着分赃的吗？大哥，我可是您最忠实的小弟啊！滚蛋！我才是我大哥最忠实的狗腿子。既然有人要抢我最忠实的狗腿子的位置，那可绝对不能忍。都是，别抢啊！不行，就算是他也得排老四。一坨，你的反应速度变快了呀！再慢点，我老三的位置都保不住了。行了，不开玩笑了，你的东西不会少了的。我这个人一视同仁，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大哥，你真的是太大方了。不过你拿出来这么多，自己还有多少？法则之海里面究竟有多少法则果实啊？我只能说很多，非常多。我在里面就收藏了一部分，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但一定过万了。过万个法则果实！我操，这他妈是要发呀！大哥，为啥会给我们100个呢？法则之海中蕴含的法则之力只有100种，给你们的这100个都是蕴含了不同法则之力的法则果实，能够让你们领悟100种法则之力。100种法则之力，所以你已经领悟了这100种法则之力了，对吗？没错，我已经领悟了这100种法则之力。所以你在法则之海那么久，其实是在领悟法则之力。不错，不然的话早就出来了。怎么了？你跟我去一趟法则之海吧。开什么玩笑？你去了没事，不代表别人去了也没事啊。不行，会死的，我还没活够呢。长安，你觉得法则之海就是水中水？水中水不是水，和法则之海看起来有点像。不过我在法则之海中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说水中水不是水，第一个水说的是法则之海，那么第二个水呢？有没有可能是念念？等会儿，你们在找水中水？他不会就是……怎么害怕了？有点，不过害怕也来不及了。拿了好处总不能翻脸不认人吧？
不过你的猜测我也有所耳闻，法则之海确实一直都是大家猜测的目标。毕竟法则之海并不是真的水，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搞懂，就算是找到了在虚无之地降生的人，又能怎么样呢？难不成于念念是开启什么的钥匙不成？总觉着有些地方不太合理。钥匙真的会这样吗？长安，你如果带念念进入法则之海，你能够保护得了他，不受到伤害吗？法则之海虽然十分的危险，但是我猜测，如果有人能够领悟其中所蕴含的100种法则之力，也就是体内蕴含了这100种法则之力，相互抵消，虽不至于在法则之海畅通无阻，但应该也可以抗衡一阵子。念念，领悟100种法则之力后，敢跟我进去看看吗？我同意，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让其他人死心。跟着你去，我更放心，起码你是会在乎我死活的，而其他人或许并不在意这些。好，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先领悟法则果实，领悟成功之后，我们一起进入法则之海。陈长安布置了一道结界之后，众人便在结界之内开始修炼。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些人手上好像有很多法则果实。我也注意到了，这些人都在这里修炼的时间不长，但是每个人手上好像都拿出来过不少的法则果实。妈的，咱们辛辛苦苦在这里等了那么多年，才能弄到多少法则果实啊？怎么他们手上有这么多呀？不会是之前他们杀了那些人抢夺的吧？不对，那些人应该没有那么多。难道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这么多，所以是先前那些人想要抢夺，但因为实力不足，所以被反杀了？咱们或许不是对手，可不代表没有人是对手。不如求助吧，若是有道地强者出面，或许胜算会比较大。说到这里，众人都犹豫了起来，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了。可惜咱们都没有投靠任何势力，否则的话必然不用如此担心。虽说虚无之地势力有不少，但很多人还是喜欢独来独往，尤其是法则之海这里，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独行客，就算在这里他们会选择和其他人联手，但也只是短暂的联盟，彼此之间还是会有所保留的。道地强者出现了，看来这边的情况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正好咱们也看看情况。一个小小的结界而已，根本就难不住真正的强者。真以为有了这结界，你们就高枕无忧了吗？说，道地强者直接出手想要强行破开结界，却发现自己的攻击竟然被结界给抵消了。道地强者破不开结界，这个结果让众人有些无法接受。难不成对方已经强大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可笑，连个结界都破不开，亏你们还自称战王。要我说，你们战王堂还是趁早解散算了。哼，我还以为是谁呀，原来是烈焰门的人。既然你们这么厉害，你们来。不用你来说，我们自然会出手。你不行，不代表我们也不行。烈焰门的2位强者不屑地看了对方一眼，随后同时出手。啊！哈哈哈！你们不是很厉害吗？怎么现在也没有办法破开这一道结界了吗？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们2个？难道你破开了吗？我没资格，那你们就有资格吗？大家都一样，谁也别笑话谁。哼，我就不信这结界真的那么结实。一炷香之后，烈焰门的2个人也终于认清了现实，不管他们如何进攻，结界都是纹丝未动。你确定里面的人真的拥有大量法则果实吗？问我干什么？你们不知道过来干嘛呀？听说而已，我来看看。我还听说这小子活着从法则之海里面走出来了。不清楚，我也是听说。又有人来了，无信邪的又要来了，让他们试试吧。妈的，还真是见鬼了！这结界怎么会这么强啊？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强者，这些人可都是道地境界啊，居然都拿这个结界没有办法。太恐怖了，我甚至都怀疑这结界会不会是道地巅峰强者布置的，否则怎么会如此强悍？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想法？既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如我们联合起来一起行动如何？至于其他的事情，等到破开了结界再说，如何？我觉得有道理，这结界要是破不开，咱们可就白来了。我同意，先破开结界，其他的事情之后再说。那咱们就全力攻击结界的一点。唉，修炼都不得安生。这小子看起来修为不高啊，好像是天地2重境界。小子，这结界是何人所布置的？何人所布置？我布置的。你们在这忙活了这么久，是真的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你布置的？开什么玩笑？你不过区天地2重境界，你能够布置出让我们这么多人都束手无策的结界？
我们没工夫跟你在这扯皮。你若是不想死，就把结界打开，否则的话，别怪我们不客气。你当我傻呀？结界打开了才是真的有危险吧？结界是不可能打开的，但是我可以出去。不过这个后果，你们确定能够承担得起吗？后果？你出来也可以。我问你，活着从法则之海走出来的人，是你们其中的哪一位？你手上有多少法则果实？我手上的法则果实不多，上万而已。至于活着从法则之海出来的人，就是我。你一个天地二重能够活着从法则之海走出来，真当这些人都是傻子呀？警告你，最好少给我们胡说八道。你觉得你说的那些话，我们会相信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不可能永远都躲在这结界之中，你最好想清楚应该怎么做。年轻人，你的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千万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哎，我的路走没走错我不知道，但你们，老头子们，你们把路走窄了。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之中，陈长安就这么直接从结界之中走了出来。他居然直接走出来了？不对呀，结界还在，他怎么出来的？这小子有古怪，这结界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不会是这小子布置的结界吧？就算是如此，可你们谁见过自己布置的结界不解除就能够来去自如的？你们能做到吗？在场的数十位道地强者，谁都无法做到在自己布置的结界之中来去自如，要么解除结界，要么强行破开结界。仅凭这一点，就让众人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发生了转变。但不管如何，他们也只是认为陈长安或许有某种特殊的本事，却没有真正的重视陈长安。不错，有胆量。面对我们这么多人，你居然还有胆子走出来。小子，既然你已经出来了，就摆正自己的态度，先将你手上的法则果实交出来。你们平时习惯将资源放在身上吗？这是当然。小子，不要用没带在身上这种谎话来哄骗我们，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胡话。带在身上就好，不然的话我都没有心情跟你们动手了。动手？他居然还想要动手？然而下一刻，所有人的笑容都凝固在了脸上。不好，这小子有古怪，大家一起！道地强者如此不堪一击。变态，太变态了！这他妈是天地二重境界，谁家天地二重杀道地就跟杀小虾米一样啊！而且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不是做梦，我也看到了，数十名道地强者就这么死了。还好当时忍住了没有过去找麻烦，要不然的话，我岂不是也变成了一具尸体了？此人究竟是谁？有如此实力，不可能在虚无之地籍籍无名才对。不知道，没见过这个人。你们说，他会不会隐藏了自己的修为啊？隐藏修为，有必要吗？道地强者随手击杀，何必隐藏自己的修为？可若是没有隐藏修为，这未免也太逆天了吧！能够来到这里的，哪一个不是天才之辈？可同样都是天才，虚无之地谁做到过天地境界击杀道地境界啊？他不会是道地巅峰强者吧？我感觉很有可能。难道说他来自于三大顶尖势力？这一刻，所有人对陈长安的身份都开始猜测了起来。不愧是道地强者，手上的好东西就是多。可惜了，才来了几十个，要是多一点就更好了。这王八蛋挺狠的，居然直接用仙灵石矿脉装在了纳戒之中。啊，这个人也有。陈长安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这些人的手上加起来一共有18条极品仙灵石矿脉，用来修炼或许会得到巨大的提升。可是陈长安呢，却犹豫了起来。如果将这些极品仙灵石矿脉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会不会能够有所改善呢？尝试一下吧。将18条极品仙灵石矿脉全部转移到了自己的小世界之后，虽然并没有马上起到明显的变化，但其中所蕴含的仙灵之气似乎已经在慢慢的发生转变。小世界太大，这仙灵石矿脉太少，若是能够多弄一些，应该效果会更好。想到这里，陈长安先一步返回了结界之内，正好看到慕云瑶刚刚结束领悟。师傅，我要出去一趟。出去？有事要做？有点事情。这结界的安全性还是不错的，你们可以放心在这里修炼。你要走多久？不确定，你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够完全领悟100种法则之力？不好说，虽然有法则果实在，能有十足的把握领悟法则之力，但领悟的过程长短不一，算算时间，应该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吧。我这才领悟了10种法则之力，想要完全领悟，恐怕还需要几十年。不过，我发现领悟法则之力的这个过程，我的修为似乎增长的也很快，
我已经天地5重境界了，这个速度可比之前修炼的还要快。我应该会在你们完全领悟之前赶回来，或许用不了那么久。好，那你小心一点。放心吧。道一门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还没查到吗？门主，确实一点线索都没有。继续查。是，门主，还有一件事情，最近虚无之地有个人很出风头。根据我们道一门所掌握的信息，此人修为似乎只有天地境界，但实力很强。据说有不少道地强者都死在了他的手里，而且此人似乎在大量收集极品仙灵石矿脉。而且我还听说，此人似乎曾经进入过法则之海，并且从中活着走了出来。天地境界，击杀道地强者，甚至还从法则之海活着走了出来。你确定这些消息属实吗？应该属实，因为在法则之海有人亲眼所见。亲眼所见，那应该假不了。事出反常必有妖，此人竟然如此妖孽，难道说他才是我们要寻找的人不成？此人叫什么？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甚至不知道这个人从何而来。在此之前，似乎从来没有人见过此人。有人怀疑他是从仙域而来。仙域而来？找到此人，一定要找到此人。或许解决虚无之地的问题，甚至是非常神域的办法，都在此人身上。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打探出此人的下落。吩咐下去，道一门所有人全体出动。全体出动？门主，当真要全体出动吗？不错，全体出动。此次既然能够击杀道地强者，想必实力非同小可，绝对不能够大意。是，门主。外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怎么越来越多的人都聚集到这法则之海了？不，他们并不是聚集到了法则之海，而是聚集在那结界四周，应该都是奔着结界里面的人而来。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里面的人一直在领悟法则之力，现在来还有用吗？不清楚，但很多人应该是为了报仇而来吧。报仇？别忘了，结界里面那小子当初可是杀了不少的人，这些人可都是有点背景的。这倒也是，可也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吧。我是第一。伊陀身为能量体，所以相对其他人领悟法则之力的速度要快很多。啊？什么情况？这些人干嘛呢？难道是被我的优秀所吸引了吗？喂，那个王八，对，就是你，你过来，我有话问你。王八？他他妈居然叫我王八！叫你爹干啥？啊，一个王八，好大的口气！你是谁爹？有种你给我出来！出去！我是你爹，我是你亲爹，有种你进来啊！不进来，你就是我狗养的，对，你就是大黄养的。结界之内，伊陀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担心，反正这些人进不来，还不是自己说什么他们就得听什么吗？你小子现在有点飘啊！什么叫我养的？这都什么货色？他们配吗？我看他们还是你下的蛋呢，一群王八蛋！大黄哥，你也接出来啊？不然呢？外面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咋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刚结束修炼，他张口就叫我王八，这我能忍？不能忍！来，大黄哥给你出头。好嘞。就你骂我们兄弟是王八呀？啊！我看你们这一个个臊眉大眼的样，长得好像脚趾头缝里面的泥。不服气？不服你来打我呀！有种你进来呀！你黄爷爷我从来不骂人，因为我骂的根本就不是人。妈的，这条狗怎么说话如此难听？老子受不了了，我一定要进去扒了他的皮！动手，大家一起动手，把结界给破了！谁也别抢，先说好，我要拔了他的狗牙。子蒙讨喜，那大黄不擅长，但是这么招人恨，大黄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佼佼者呀，无人出其右。一坨，你看他们比我还像狗，在外边着急忙慌想要进来却进不来，嘿嘿，真好笑。大黄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们怎么可以跟你相比？你才是最狗的，没有人比你还狗。你他妈要是不会说话就闭嘴。是你找我说话的，滚蛋！这陈长安什么时候回来啊？这结界能不能扛得住这么多道地强者不间断的攻击啊？咋了？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了吗？小蚯蚓结束了修炼，看到外面这架势，也是来了兴致。一坨，你说吧，我说累了。好。伊陀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描述了一遍。好家伙，兄弟居然被骂了！伊陀，你放心，我给你出气。小蚯蚓走到结界边缘位置，看着外面正在疯狂攻击结界的众人，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开启了长达数天的怒骂。他啥时候学会那么多词儿了？不知道啊，都是跟大黄哥你学的吧？啊，我有这么优秀吗？当然，除了大哥，您就是最优秀的。不错，会说话就多说点，爱听。紧随其后，
慕云瑶和于念念两个人也已经完成了领悟法则之力。帝君巅峰，慕云瑶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将修为提升到帝君巅峰，距离倒地也只是一步之遥。别吵了，长得最小，属你生大。姨母，我是在帮兄弟出气。不过既然姨母吩咐，那我一定听话。过去这么久了，陈长安也应该快回来了吧？道地巅峰，绝对是道地巅峰，否则的话不可能布置出如此强大的结界。等陈长安吧。至于外面这些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理会。陈长安回来之后，也不过就是一群死人罢了。姐姐，咱们真的都要进入法则之海吗？真的会没事吗？放心吧，有长安在，不会有事的。长安说过，法则之海是由100种法则之力凝聚而成，里面的法则之力虽然很恐怖，但只要我们领悟了这100种法则之力，相对而言会安全很多。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到第7重，我居然突破到了到第7重了！大哥，我在……哎，大哥呢？不是吧？他都到第7重了，真是便宜了这个狗东西。说话就说话，少提狗这个字儿，真是便宜了这个王八东西。王八能不能也不提？大黄他们3个的修为和慕云瑶一样，都是提升到了帝君巅峰。如今看到沈沐舟提升了这么多，自然是有些不爽啊。外面这么多人，是被我的英俊所吸引了吗？他们喜欢看耍猴。当陈长安再次出现的那一刻，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变得兴奋了起来。回来了，这小子回来了，有好戏看了。哎，你们说最后结果会如何呀？如何？还不是和以前一样，都不是这小子对手。你们说他这些年究竟去做了什么了？这不清楚。陈长安看到结界外面围了这么多的人，眼睛也是一亮啊。又来人送礼了，都结束了。都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们的修为也提升了不少。不错，我这些年的收获也不错，修为也提升到了天地5重。这些年陈长安虽然一直都在寻找极品仙灵石矿脉，但是修为却并没有耽搁。而且他发现，当自己的小世界不断提升的同时，自己的实力和修为竟然也在慢慢的增长。大哥，我到第7重了。你也不错。为什么会有一种得到了长辈夸奖、欣喜若狂的感觉呢？小子，是不是你杀了我们战王堂的人？还有我们烈焰门的人，还有我们，确实是我杀的，而且我并没有打算只是杀了他们而已。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别浪费。我真的很穷。穷？你穷？你手上有上万的法则果实吧？这是一个穷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吗？好，算你有种，你敢出来吗？不要以为躲在里面就可以高枕无忧。放心，我很快就出来。陈长安并没有多说废话，直接冲出结界。随着陈长安的动手，众人这才明白陈长安为何如此的有恃无恐。大哥，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啊！我要工作了。而当结界解开的那一刻，除了慕云瑶和于念念之外，大黄他们3个加上沈沐舟，直接冲出去开始收割。嘿嘿，发财了，发财了！这么多道地强者，这好东西可绝对少不了啊！哈哈，跟着大哥混，一天吃9顿。妈的，太狠了！恐怕除了3大顶尖势力之外，没人能够阻拦此人了。3大顶尖势力，真的可以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此人就是3大顶尖势力的人？否则，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位强者？这怎么突然又来了这么多人？这是道一门的人。那边，你们看那边，天目阁的人也来了。我操，不止，还有玉琼殿的人。3大顶尖势力都出动了。就在陈长安解决掉那些道地强者的时候，3大顶尖势力的人也出现在了附近。大哥，又来这么多送礼的。送个屁呀！这他妈是虚无之地3大顶尖势力，这架势怕是全体出动了吧？不过于念念的消息应该不会有任何泄露，那么很大概率这些人是奔着我来的，将我当成了那个关键吧。就在陈长安思索这么短短的片刻之间，陈长安发现大黄他们此时已经整整齐齐地躲在自己的身后。师傅，你怎么也跟着他们胡闹啊？打不过不给你添麻烦，而且你的身体确实很强，在你身后安全。放心吧，打不起来。打不起来？有些时候打打杀杀可以解决问题，但有些问题并不需要打打杀杀来解决，因为大家需求不同，目的不同。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何处？你当真活着从法则之海里面走了出来？里面是否有什么秘密？你们就不能一个个的说吗？有这么急迫吗？3个人说了半天，似乎也发现了这么不间断的询问确实有些不太合适。说够了，
不问了。现在你可以回答了。回答不回答，其实都没有太大的用处。你们心中所想，无非就是如何让虚无之地恢复正常，如何能够飞升神域，对吗？不错，正是如此。你难道真的就是这其中的关键？是不是都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我来到了这里，也是为了寻找一些答案。好，我们可以不问你其他的事情。既然大家目的一样，那我想知道，你的把握有多大？不好说，所以我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本来我还以为需要消耗个几百年的时间，不过既然你们来了，我想这个准备工作应该可以提前完成了。啊？准备工作？需要准备什么呀？你需要准备什么？实力。我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否则的话，未必能够有十足的把握解决掉虚无之地的大问题。你们懂吧？提升实力？哦，我懂了，修炼资源是吧？这好说，我们道一门的修炼资源很多，我们天幕阁也不差。怎么？难道我们玉琼殿就差吗？比吧，你们就使劲儿的攀比，这样一来，说不定我能够忽悠到更多的资源。小子，这是我道一门的资源，乃是我道一门千万年的积累。哟，才千万年累积啊，这你也拿得出手？这是我们天幕阁的资源，足足1年累积。哼，小气，当真是小气。小子，我们玉琼殿愿意拿出来1半的资源送给你。1半？玉琼殿殿主的举动让道一门门主和天幕阁阁主都愣住了，这也太鲁莽了吧！这可是1半呀！1半就1半，谁怕谁？哼，既然如此，大家都出1半。不过，小子，我们这些东西可不是白给你的。若是你不能够解决虚无之地的问题，又当如何？真以为我们3大势力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你们可以选择不给，不过就是多浪费几百年的时间而已。你们也耽误了这么久了，不在乎这几百年，对不对？怕个屁！就给他又能怎么样？他要是解决不掉，难道还能从咱们手里跑了不成？不错，有道理。那就先给他，给他赌1把。好，行。你们既然这么合作，那我也不能一点诚意没有。我现在就进入法则之海，你们等我的好消息。现在就去？陈长安的话让3个人都是一愣。你他妈不是说了需要准备吗？你他妈不是说需要大量的资源提升一下实力吗？你他妈现在又说这就可以进去了，那这资源你要来干嘛呀？你既然现在能去，跟我们要资源干嘛？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我不是看在你们诚意满满的份上，不忍心让你们待得太久吗？行，算我自作多情。我不去了，我先修炼，你们等吧。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们这些人心眼子怎么这么脏啊？陈长安一脸鄙夷。心眼子脏？到底谁的心眼子脏了？你还不乐意？啊，原来问题还可以这么解决的呢。如果是我，能够做到陈长安这个样子吗？你小子有种！我们退一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还是那句话，解决了问题，皆大欢喜。若是解决不了，我们也不会让你白占这个便宜。早这么说不就完了？耽误我时间，就是耽误你们的时间。不想飞升的，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见慕云瑶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于是冲着众人点了点头，随后身影一闪，带着慕云瑶等人直奔法则之海。真的就这么进去了？他们难不成都能够抵挡得住法则之海的威力？妈的，法则之海不会是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了吧？没有危险了？他们要是没事儿，那我也想进去看看了，里面说不定有很多的法则果实。很心动，但没有人敢尝试。怎么样，能够承受得住这里面的法则之力吗？没事儿，还能够承受，不过应该没有办法像你一样毫无顾忌。我感觉最多能够在这里待上几天，再久一点应该就不行了。你们呢？大哥，我们没事儿。念念，你这于念念还真是有问题，或许这一次真的能够找到法则之海之中的秘密。啊，我似乎感觉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吸引我，似乎在召唤我一样。不要抵抗，去寻找，我们跟着你。好。这里面的法则果实居然这么多。神木舟此时也注意到了法则之海里面的法则果实，不看不知道，这一看，神木舟突然之间感觉这法则果实似乎有点不值钱了呢。让你进来不是来弄法则果实的。再说了，你都已经领悟了100种法则之力了，你还拿这玩意儿干啥呀？这很难不心动啊！再说了，你光说我，你自己少拿了，这王八蛋拿的比谁都多。你懂个屁！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乃是麒麟圣主，我给我麒麟族拿一点礼物怎么了？你呢？你他妈给谁拿呀？麒麟圣主，这货是他妈麒麟？麒麟原来是这个样子吗？哎，看来传闻多有不实。我一直以为麒麟是一种很霸气的神兽，没想到麒麟原来就是狗啊！怎么感觉麒麟这种神兽的逼格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啊？直到于念念突然停下来，陈长安这才开口询问：“是到地方了吗？”哎呀，消失不见了，那种感觉突然就消失了。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可是感觉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呀。感觉消失了？难道说还差了点什么？可究竟会差些什么呢？咱们进来多久了？应该有1天的时间了吧？3天之内，必须找到这法则之海中的秘密，不然的话，你们就得马上离开这里。可是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所有的关键，应该都在念念的身上。大哥，你说会不会是血液？以血为引？血液？还没等陈长安开口，于念念倒是痛快，直接划破手指，鲜血顺着手指流出来之后，怎么会这样啊？这说明你确实是一个关键。既然鲜血可以为引，那又如何催动呢？以血为引，以法则为力。念念，你运转体内的法则之力，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血液，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反应。随着他运转法则之力，手指流出来的鲜血化为了金黄色的光芒，开始不断的围绕在于念念的身体四周不断旋转。有戏！大哥，看来你让于念念先领悟100种法则之力是错打错着了呀。放屁，这叫先见之明，你懂个屁啊！对，大哥先见之明，大哥你可太厉害了。少废话，老实待着。此时的于念念已经被金黄色的光芒包裹住。你们快看，法则之海里面发生了什么？这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一个漩涡呀？难道是他们真的要解开这法则之海的秘密，解决到虚无之地的问题了吗？我去，这么多法则果实！果然，法则之海中真的拥有如此多的法则果实。咱们天天守在这里，全真的只是捡了个哨。3大顶尖势力的人，此时一个个兴奋不已。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或许很快我们就可以飞升万古神域了。是啊，等了这么多年，总算是没有白等。你说，他们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不清楚，但是有变化就说明有希望。他不会有事吧？不清楚，现在这种情况，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付出什么代价，我也不知道。我担心于念念作为钥匙，若是想要开启或者激活什么，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在此时，于念念的身体突然停止了旋转，而漩涡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之前的于念念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邻家小女孩，可如今她浑身上下却流露出了一丝高高在上的威严和霸气。她真的还是于念念吗？是，也不是。于念念并没有多说其他的话，而是伸手一挥，在漩涡中心处竟然出现了一个能量门。这就是你们要寻找的秘密，进去吧。你不进去吗？我的任务已经结束，是时候离开了。陈长安，我们还会再见的。说完之后，于念念的身体直接在陈长安他们的关注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他究竟是谁？长安，这里面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儿。小心！突然，一个光点突然出现，直接冲向了慕云瑶。这里有古怪，你们……陈长安刚准备提醒大黄他们小心一点，可一转头发现大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消失不见了。难道是同时消失的？陈天，你给老子滚出来！是你搞的鬼对不对？这么久不见，哎，你怎么越来越暴躁呀？你是不是让大黄咬了呀？滚出来，别躲在暗处！下一刻，陈天出现在陈长安的面前。不出意外，这一次也不是本体，而是留在这里的一道灵魂分身。还他们出上字谜了，你咋不死呢？有话不会好好说，费这么大个劲，你他妈到底想干啥？还有，你把我师傅他们弄哪去了？修行之人切记要戒骄戒躁啊！你这样不好。滚蛋！回答我的话。放心吧，他们没事，只是给他们准备了点礼物而已。礼物？陈天送的礼物应该不错，那我的呢？那我送不起。怎么就送不起呢？这不就是抠吗？真小气。说吧，把我引到这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对了，于念念是谁？
也是你安排的吗？我说不是，你信不？不信。行，那就是。什么叫就是？还是说正事了？你能够来到这里，说明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了。我很欣慰。欣慰？你欣慰个鸡毛啊你！有屁快放，别在这故弄玄虚。还有，我问你，不会又搞出来什么东西让我去找吧？没了，这回什么也没有了，不用找。从太玄界找到太古仙域，陈长安着实是有些厌倦了。好好的享受生活不好吗？非得他妈天天找东西。不过呢，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要先听哪个？先说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你来到这里之后，虚无之地就会恢复正常，飞升神域的通道也会重新开启。你可以通过虚无之地飞升神域，也就意味着你拥有了寻找自己身世之谜的资格。当然，只是资格。这他妈算什么好消息？这都能算得上是好消息的话，那他妈坏消息得有多坏？坏消息呢？坏消息就是，当你进入神域的那一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神域的很多人都想要得到你。啥？得到我？什么意思？你给我把话说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得到我？还有，神域之中这些人都知道我的存在。他们或许不认识陈长安，但每个人对你都会感兴趣的，因为你的身体，人人都会垂涎三尺。身体？听到这话，陈长安不由得也是心头一紧。都对我的身体感兴趣？那是哪方面的兴趣？神域这么乱的吗？我怎么突然之间不太想去了呢？我这个人啊，还是洁身自好的，太乱了我可不喜欢。你想多了，你身体有问题，这一点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吧？可以这么说，在神域那些人的眼里，你浑身都是宝。你觉得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宝物会怎么做？浑身都是宝？这他妈是要把我给拆了吧？你先等会儿，浑身是宝，你从何谈起？我不是人。你是人，只不过比较特殊而已。怎么说呢？跟我的身份有关。应该是。什么叫应该是？你不是知道很多事情吗？你就不能痛痛快快的直接告诉我？天机不可泄露。你别跑，你他妈给我站住！老子忍你很久了。你别闹，我这只不过是当年留下的一道灵魂分身，你怎么这么暴躁呢？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说，有些事情只能够靠你自己去寻找，我最多只能给你一些提醒，一些帮助，要不然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了。你能不能安安静静的听我把话说完呢？好，你说，你最好给我有啥说啥，说的越详细越好，别给我绕圈子。哎呀，这脾气还真是越来越大了。果然，修为高了，底气足了，说话声音都大了。你先消消气。你觉得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天生不灭体，而且还会在出生的时候拥有胎珠这样的东西？胎珠不仅仅是你修炼的天赋，同时也蕴含了9大法则。这一切都说明了你的身份并不简单。万古神域十分的复杂，而你的身体会让很多人感兴趣。不管是太玄界还是仙域，之所以没有人对你的身体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都不懂。懂什么呀？我的身体对其他人有什么用处吗？你浑身都是宝呀！别的不说，你所掌握的9大法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你的意思是，他们把我拆吧拆吧，就能够拥有我所领悟的法则的？确实会有人这么做的。你要知道，有些人为了追求强大的实力，什么邪恶的手段都会使用。把你炼了，那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甚至于把你抓起来放血，那血液都会对别人有帮助。你说他们会不会动心吧？你的意思是，我的无敌之身在神域已经不起作用了？有用？有用？有用？你说这些干屁呀？都他妈破不了老子的防御，上哪放血？你这不还是说了一堆废话吗？他们对我感兴趣，但我拥有无敌之身，他们所有的手段不都是空谈吗？对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呀。贱，真他妈贱！你他妈留下来一个灵魂分身，就是为了犯贱用的。所以，你先前说了那么多，都他妈是一堆废话。不是，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能不能有事说事？人生漫长，何必急于一时呢？你懂不懂什么叫生活呀？算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先前我说的虽然算是废话吧，但也都是真的。虚无之地飞升神域的通道已经开启了，随时都可以飞升。神域之中，有人会对你感兴趣也是真的，但没有那么夸张罢了。当然，现在我要说真正的重点了。重点是什么？在神域之中，我可以找出自己的身份之谜，以及为什么身体如此强大的原因吗？在神域，你会得知一些真相。
但碍于一些原因，这个真相我并不能够直接的告诉你，否则的话，会有一些后果，谁都没有办法承担的。而我要告诉你的重点，并不是这个，而是……快说。好，我要说的重点就是，时间到了，我的灵魂分身要消散了。啊，这就是你他妈要说的重点？妈的，又让这王八蛋给耍了！别让老子抓住你，否则老子一天打你800遍。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平复一下自己暴躁的心情，这空间之中的那些迷雾突然是冲向了陈长安。这好可怕的能量！他没有多想，连忙开始修炼。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那可就太浪费了。众人虽然一直站在原地不动，却恍惚之间有一种感觉，那便是天地似乎突然之间翻转了。天地翻转？难道说虚无之地从此刻开始已经不再是颠倒的了吗？你们快看，这发了！下一刻，众人发现法则之海中不断的有法则果实掉落，数量之多让人目瞪口呆。快，大家快抢啊！不抢了，你们要你们拿走吧。妈的，突然感觉手里的法则果实变得没那么珍贵了呢。果然，越容易得到，越不会被珍惜。我他妈现在对法则果实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废话，你他妈抢了那么多，当然没有兴趣了。你呢？捡到多少？不少，足够我领悟数10种法则之力了。我也差不多，反正现在虚无之地也恢复了正常，以后想要法则果实，随时过来捡就好了，没必要急于这一时的。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要尝试一下？还是说，先等那小子出来问清楚？要不然，咱们还是等等吧。不错，我觉得等等也好。好，那就等一等。到底巅峰！我居然到底巅峰了！那道光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居然这么强！哎，你们也都突破到道地巅峰了吗？全部突破了，大家都突破到了道地巅峰了。而与此同时，陈长安也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长安，你没事吧？没事，不过是突破了一下。不过你们的突破应该更不错，都已经道地巅峰了。我只是勉强突破到了道地境界而已。几十年，这才几十年的时间，这些人的修为居然突破得这么快。除了陈长安，全部都是道地巅峰境界。虚无之地的问题当真解决了吗？解决了，前往神域的通道已经开启了。听到他肯定的答复，3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你们不会现在就要飞升吧？你们就这么走了，你们组建的势力怎么办？都等了那么久了，也不急于这一时不是？说的也有些道理。不管怎么样，如果没有陈长安的话，他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够等到这一天呢。然而面对他们的感激，陈长安自然也是毫不客气，又讨要了一些好处，这才离开。你现在的实力，这些东西对你也没用了，你怎么还这么热衷于敲竹杠啊？怎么可能会没用呢？这么多资源，我虽然用不到，但可以给别人用啊。飞升神域之前，总要安排妥当才好。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去神域啊？我先处理一些事情，处理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离开了。在此之前，先回一趟太古仙域吧。大哥，我们还回得去吗？放心吧，当虚无之地恢复正常之后，这个问题同样也已经解决掉了。虚无之地恢复正常，仙域也会有变化吗？不错，你要知道，虚无之地本身就和3000仙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虚无之地更是连接3000仙域，3000仙域被斩断的根基都汇聚在这虚无之地。从现在开始，3000仙域和虚无之地将会重新融为一体，以后或许虚无之地才会迎来真正的巅峰。大哥，你的意思是3000仙域在飞升神域之前，都要先经过虚无之地的洗礼，会有很多人跻身虚无之地？一定会如此。所以我们回去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不需要压制修为，不过也不能待太久的时间，而且回去以后要注意一点，屏蔽仙域的仙灵之气，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这倒无所谓，反正我们如今也不需要再吸收仙灵之气，修为已经到头了。那我怎么办？我现在干嘛？你随意吧，要是你喜欢，现在就可以飞升神域。我不敢。怕个屁呀！你先去探探路，做小弟就要有做小弟的觉悟。大哥白疼你了，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那你怎么不去啊？放屁！我是不去吗？我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然的话还轮得到你？看你那怂样，你就不配当老五。老五？我不是老四吗？老四是于念念，人家可比你牛多了，说不定啊，人家现在已经在神域当大佬了。对，你去找老四吧，看看他是不是在神域混得怎么样，以后也好有个靠山不是？
那我先去给大哥探探路。哎，这就对了，这才是好兄弟。那好，那我就先去给大哥探探路。沈木舟点了点头，随后运转体内能量，将全部实力爆发了出来。大哥，门！天上出现了一道门。这道门，应该就是通往神域的入口了。沈木舟，去吧。好。沈木舟点了点头，随后纵身一跃，向着天空飞去了。看来离开的方法很简单，走吧，咱们也要回去了。好。你们的修为，我怎么看不透了？还不是你太弱了。道地巅峰，你懂不懂什么是道地巅峰呢？你去了虚无之地，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实力吧？道地巅峰，你都道地巅峰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你都道地巅峰了？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比较惊讶。你先别惊讶，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法则果实意味着什么？知道啊，能够领悟法则之力。怎么了？那你知不知道法则果实有多难获取？你当初居然用来蛊惑凤凰一族，你拿法则果实怎么搞来的？我就是偶然之间从一具尸体身上捡到的，一共有3个。这玩意儿很难获取吗？从你眼神儿，我感觉得到，我好像当了一回傻批。都过去了，看开点。现在法则果实已经没有那么珍贵了。谢谢，你人真好。我女儿呢？我女儿怎么没回来？放心吧，你女儿没事，只不过她离开了。她哪种离开？陈长安将当初在法则之海发生的事情和于天雄说了一遍。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的女儿。知道她没事儿，我就放心了。现在虚无之地已经恢复了正常，你们可以选择重新回去生活。至于你也可以前往虚无之地修炼。不过飞升的事情距离你太遥远，你还是先努力吧。如何选择，你们自己考虑。我先回太古仙域一趟。再次回到太古仙域。长安，我怎么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我们忽略了呢？你想说的是胡天骄看到的未来吧？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忘记，但胡天骄所看到的未来，那种场面并没有出现。或许是因为他提前说了出来，导致事情发生了改变，也可能是在无形之中，因为一些连锁反应，让事情出现了偏差。如果说对方真的是奔着我来的，那么我不在，太古仙域也就不存在什么危机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再就是陈青青的事情了。大哥，你说陈青青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呀？不清楚，连引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应该是无法追踪到陈青青的气息。本来我以为虚无之地或许会有所线索，只不过依然没用。不在仙域，不在虚无之地，那么陈青青要不然就在一个完全隔绝的空间之中。太古仙域会有这样的地方吗？长安，你说陈青青的消失和太古仙域的危机，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这一次回来，除了和大家告别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啊？迁移。你体内的小世界已经彻底成型了吗？差不多吧。这一次在虚无之地的收获不错，虽然世界本源之力获得的并不是特别多，但完善了不少。而且如今我体内的小世界不比太古仙域差。这么多年来，我将虚无之地的数百条各种品级的仙灵石矿脉都转移到了我体内的小世界之中。我打算将一部分人迁移到我的小世界之中，这样有利于小世界的不断发展。这样，我将回一趟太玄界，你们负责在太古仙域帮我通知一下，看看有谁愿意前往，不想去的也不要强求。当然，通知的这些人一定要我们熟悉和关系不错的。好，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咱们到时候就在木家会合吧。好。和众人分别之后，陈长安第一步就是先回到太玄界。在太玄界之中，毕竟还有陈家，还有一些曾经的旧相识。就知道当年把宝压在你身上绝对没问题。果然，我将带领我们天机阁走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前辈，那个云轩如今如何了？云轩在仙域发展的不错，以后你们会有机会见面的。老祖，那以后你会经常出现在你的世界之中吗？看情况吧，不确定，但总会出现的。陈长安和众人简单的聚了聚，随后这才将他们全部转移到了自己的小世界之中。陈公子，我们朱家有这个荣幸吗？我们也想要进入到你的小世界之中发展。可以。多谢陈公子。那我们怎么进去啊？你都准备好了？啊，听说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这周远雄倒是挺积极，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陈长安并没有多说废话，而是直接将周家人转移到了自己的小世界之中。就在陈长安打算前往穆家的时候，突然脸色一变。陈青青。下一刻他身影一闪，已经是来到了陈青青气息出现的位置，而这个地方正是仙魔秘境入口的位置。
难道说陈青青其实一直都在这里啊？奇怪，怎么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不见了？这里难道还有其他的空间入口不成？有点意思。陈长安慢慢的闭上眼睛，开始调动体内的空间法则之力。随着空间法则之力的运转，陈长安感受到四周的空间变化。没变化，平静，十分的平静，仿佛这个地方再也没有任何空间一样。突然一道细微的变化一闪而过，虽然很快便消失不见，却依然被陈长安捕捉到了。原来在这儿。终于找到了痕迹，陈长安再次施展空间法则。当缺口被打开的那一刻，陈长安的身体直接被吸了进去，根本就不需要他主动。你终于来了。陈长安刚一进去，就看到陈青青瘫坐在不远处，情况十分的糟糕。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陈长安连忙是来到他身边，施展生命法则帮助陈青青续命。你要是再不来，我就真的会死在这里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当初你们进入仙魔秘境之后，我就被一股奇怪的吸力吸到了这里。你小心一点，这里很危险。没事，我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道地境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道地境界？你去了虚无之地？看到了陈长安眼神之中的疑惑，陈青青解释道：之前觉得对你来说虚无之地还很远，所以就没有告诉你。没想到你如今都已经突破到了道地这种层次，现在你应该已经知晓了很多事情，那我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那你全盛时期实力并不是仙帝巅峰，而是道地巅峰。确实如此，只不过因为虚无之地的出现，让我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加上我命不久矣，出手的代价便是燃烧生命，所以实力有所下降。先说说这里的情况吧，我怎么没有察觉到这里有什么危险？这里的情况我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进来之后我被困在这个地方就没有离开过。没离开过？难道是因为陈青青被困在原地没有离开过？这里这么危险？没错，以我的实力只能够留在这里被动防御，但结果如何你也看到了，你再不出现，我离死也不远了。陈青青将最后的一点希望都寄托在了陈长安的身上，所以才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气息出现在太古仙域之中。陈长安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危险。来了。来了？什么来了？然而下一刻，一道黑影直接出现在陈长安的面前，速度之快让陈长安都没有反应过来，而且对方是怎么做到无声无息的呢？什么情况？黑影出现却又很快消失不见，别说陈长安懵了，陈青青也是一脸惊讶的表情啊！怎么会这样？刚才出现的那个是什么东西？过来干嘛？看看我长得有多帅吗？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出现，并且对我发起攻击。可为什么他不攻击你？可能被我帅到了吧。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恋？这就是我说的其中一个危险。如果我站在这里不动，他会每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次，但如果我想要离开这里，一旦超过100米距离，他会再次出现，而且会出现很多。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的实力不弱，可他们似乎并没有杀意，否则的话我撑不到现在。没有杀意？都快把你磨死了，这还叫没有杀意？这地方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这地方太古怪了，陈长安，不如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你说的也对，这里确实很古怪，很危险。不如这样，我先送你出去吧。那你小心一点。好。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再次撕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将陈青青送回到了太古仙域。陈青青离开之后，陈长安身影一动，此时已经出现在了100米之外。可奇怪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太瞧不起我了，还是太瞧得起我了？都不出来的吗？这么不给面子，你们再不出来，我可就大摇大摆的走了。然而回复他的只有一片寂静。聊两句呗。你们不会说话，哑巴？不会也是个聋子吧？除了陈长安说话的声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声音了。突然之间，陈长安有点怀念大黄了。虽说这狗东西说话不中听，可他嘴碎呀，不闲着，起码有点动静不是？我就不信，全都是一群哑巴。陈长安放出了自己的感知力，想要看看这个奇怪的地方究竟有什么秘密。可是当他放出了全部的感知之后，才发现这里竟然这么大呀，甚至于比太古仙域还大。太古仙域之中存在着一个比太古仙域还要大的空间，真他妈活见鬼了。在这里四处都充满了毁灭之力，甚至于似乎还有那么一丝丝的世界本源之力存在。陨落的世界，这竟然是一个陨落的世界，一个比太古仙域还要大的世界陨落在了太古仙域之中，还真是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看着面前的废墟，陈长安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因为就在刚刚他放出感知力的那一刻，这里竟然隔绝了自己的感知。陈长安刚上前一步，想要进入废墟之中看看，下一刻，一道道黑影突然出现，拦住了陈长安。你们终于舍得出来了，让我好好看看，你们都是什么玩意儿？陈长安仔细地打量着这些黑影，神奇的是，他们还真他妈的就只是黑影这么简单呢。你们不想让我进去？听到陈长安的话，黑影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但是陈长安有一种感觉，虽然这些黑影没有五官，却仿佛他们都在盯着自己一般。不说话，我就当你们是同意我进去了。那你们要是拦我，你们就是出尔反尔。你们说对吧？陈长安说完之后，便直接向着废墟走去。神奇的是，这些黑影竟然真的是一动不动，看着陈长安走向废墟。不拦我，那你们出来是干嘛的？就是为了有一个出场的机会。可你们依然是一群死跑龙套的呀！陈长安越过这群黑影之后，不由得眉头一皱，回头向着这群黑影看了一眼。明明没有正反，可怎么感觉自己走过来之后，他们都转了个身呢？再次一步踏出，却发现自己的脚消失了。结界，这里竟然有一道结界阻拦着。陈长安直接走入到了结界中，随着他的进入，外面的那群黑影似乎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集体消失不见。这是进了人家的坟墓了？难道说外面那些黑影是守墓的？这么容易？若是强者的葬身之地，怎么可能会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陈长安看了一眼面前的棺椁，正在犹豫究竟要不要打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一股能量从棺椁之中散发了出来。而当他的手触碰到了棺椁的那一刻，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吸力，直接将陈长安的意识吸入到了棺椁之中。下一刻，陈长安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处战场之中。这不是太古仙域，难道是这个世界的陨落之战？可仔细看下来，却发现并不是这样。这些人的实力很强，非常强，哪怕只是人群之中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兵小卒之辈，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恐怕都已经超过了道帝这个级别啊！神域？难道这些人都是神域中人？这是爆发在神域的一场大战。可神域的强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将目的也转移到了太古仙域之中？陈长安此时作为一个旁观者，静静地看着大战爆发直到结束。突然一道人影出现在他的身边。这就是你生前的遭遇？你让我看这个，不会是有事让我帮忙吧？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无利不起早，不见兔子不撒鹰，想要让我帮忙，那你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行。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那我他妈的上哪知道你是谁？你比别人多个脑瓜子，还是比别人多个脚丫子？我就一定得知道你是谁？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怕你个死人！再说了，现在是你有事求我，我他妈硬气一点，有问题吗？好，非常好，头脑清楚，条理清晰，而且有胆量，这样我也能够放心的将我的身份告诉你了。打住！怎么了？第一，我不想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我也并不关心。第二，我刚才说过了，没好处的事我从来不干。第三，现在是你有求于我，所以主导者应该是我，我问你答，懂不？你凭什么？就因为我可能会有求于你，所以你就这么狂吗？老子他妈就不能换个人？当然了，你要是忍不下这口气呢，你可以慢慢等，我相信一定还会有符合你要求和标准的人出现。至于是什么时候，那就不清楚了。等不了了。你赢了，你问，我答。这才对。我问你，你是神域的人？不错，我是万古神域之人，人们尊称我为……我没有问你这个。那你继续问。你死了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这个陨落的世界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存在于太古仙域之中？当年的大战你也看到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紧要关头，我只能够利用体内的小世界，带着我的一缕残魂逃离神域，最终出现在你口中的太古仙域，便一直隐藏于此。这外面你所看到的陨落世界，便是我原本体内的小世界。我死了，小世界自然也就陨落了。那外面那些黑影呢？那是影卫，我最忠心的部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包括原本我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实力都达到了神王境界。神王？神域之中的境界吗？相当于太古仙域之中的仙王，那好像也就那么回事。面对真正的强者，好像没什么用。不要小瞧了神王境界，况且我的影卫多达10万，10万神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10万？
竟然这么多。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你拥有10万影卫，结果你死了，屁用没有。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有必要一个劲的强调我是个死人吗？我会死是一场意外，但我并没有真的死去，我还有机会活过来。我的10万影卫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参加当年的那场大战。我知道，刚才看到的大战之中，并没有看到影卫出现。不过，影卫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看起来似乎只是影子？他们是神域的影之一族，当年也十分的强大，正因为如此，受到了不少人的忌惮，最终导致了灭族。不过，还有部分影之一族的族人被我救了，所以一直生活在我的小世界之中。他们算得上是我的一个底牌吧，只不过因为我的大意，所以才没有让他们出手。影之一族实力强大，而且没有任何的气息，也没有能量波动，他们是天生的暗夜刺客。如果你愿意帮我的话，从此以后，他们将会听你的命令。帮不帮的等会再说。他们为什么不攻击我，而且并不阻拦我来到这里？他们一方面是帮我守卫这个地方，另外也是在帮我挑选合适的人选。或许他们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什么，这是影之一族的一种天赋，一种能够看穿人心的天赋。看穿人心的天赋，这么变态，那岂不是说任何人在影之一族的面前都没有办法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难怪会被灭。那我知道了，他们应该是看到了我心中的善良，看到了我内心深处的慈悲为怀。唉，尽管我努力的隐藏，却还是逃不过他们的慧眼。怎么不说话了？那你倒是问呢？哦对，我还没有问，如果我帮你的话，你会给我什么好处？除了这10万影卫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当然有，我可以将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哦，有多少？很多，只不过因为当年那一场大战，很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带走。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你到了神域之后可以去取出来。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重要的宝贝要送给你，也正是因为这样东西，才导致了我的身死。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只有你答应帮助我之后，我才能够告诉你，否则的话，我不会说出来的。说了一大堆，这他们不还是空手套白狼吗？东西有，得他们自己去神域找。还有一个让他这么一个强者都挂了的宝贝，那他们是宝贝吗？根本就是一个祸害。目前为止，除了10万影卫之外，没有任何诱惑力。这些还不够吗？是我开出来的条件不够？不对，一定不是我的问题，应该是这小子太无知了，根本就不懂我拿出来的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价值。没错，一定是这样。对了，我还有一样东西，这个你绝对会感兴趣。你知道何为世界珠吗？世界珠？这玩意儿陈长安还真的不知道，只不过从名字就看得出来，毕竟世界2个字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世界珠难不成是一个世界？算是吧，世界珠乃是一方世界的精华所在。虽说我原本体内的小世界已经陨落，但世界珠还在。拥有世界珠，你能够培养自己的体内小世界。这小世界，神域强者正在侃侃而谈，随后便看到陈长安拿出来了一颗状似珠子的圆形物体。所以这玩意儿就是世界珠吗？看到陈长安的世界珠，神域强者整个人都懵了。你已经拥有了小世界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陈长安竟然拥有了小世界。你这不是世界珠，你这是一方小世界。世界珠是小世界的精华所在，只有陨落之后才会出现。而你的这小世界，看起来发展的似乎很不错。如果再加上我的世界珠，应该会发展的更好。原来我这个不是世界珠，不是说吸收更多的世界本源之力，才能更好的帮助小世界提升吗？不错，正是如此。但世界珠本身就蕴含着世界本源之力，你融合了世界珠之后，也可以将我这个陨落的小世界转移到你的小世界之中。这样一来，等同于影卫随时都跟在你身边，只要你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放他们出来帮助你。怎么样？目前来看，影卫和世界珠似乎都算是不错的报酬。还有一个让对方挂了的麻烦，陈长安在考虑着要不要将这个麻烦惹上身呢？你想让我帮你的是报仇，还是复活你？若是可以，我当然希望能够亲手报仇，所以我希望你先帮助我复活。复活？对方能够拿出那么多的报酬，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行了，现在你可以先说出你的故事了，然后我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帮你。听到陈长安的话，神域强者点了点头，随后开始了忆往昔。昊天神帝乃是神域之中的一方神帝巅峰强者，实力十分强大。原本倒也相安无事，可在昊天神帝获得了一样宝物之后，却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武魂，这是什么东西？就因为这个，你一个神帝巅峰落到了如此田地。神帝之上，便是古神境界。
可想要突破到古神，谈何容易啊！这其中，算了，跟你说那么多也没用，你距离这个太遥远了。但是古魂，乃是古神陨落之后形成的一种能量体，拥有古魂，便有一定的几率能够突破到古神境界。你说这样的东西，其他神帝强者会不会心动？虽说只是一定的几率突破到古神境界，但哪怕是1/1000的机会，大家都会想要尝试一番。更何况这几率可绝对没有1/1000。那就先用了呗，这样他们不就没有必要打你的主意了？我当然也知道，可我不是还没来得及吗？我刚得到不足7天，他们就已经杀过来了。那场面你不是没有看到，7名神帝巅峰强者围攻我一个人，我怎么可能招架得住？要不是我留了一个心眼，早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你因为这东西挂了，你就真的舍得将这古魂交给我？这东西我现在也用不到了，况且想要复活我，你也得需要足够的实力才行。我的肉身并没有被毁，所以你第一步就是要先夺回我的肉身。拉倒吧，这忙我看就算了。你他妈让我去跟神帝巅峰强者抢身体，我疯了！我可不想最后落得跟你一样的下场。别着急，你别着急啊！你能够来到这里，说明了你拥有无限的潜力，在仙域就能够开启我这宫殿的大门，同样也证明了你的实力。我没让你现在就去啊，你早晚都要去神域，对不对啊？到了神域之后，等你成长起来之后再帮我也不迟啊，你并不吃亏的。如今我给你的这些，足以为你在神域保驾护航，让你在前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10万神王，你到了神域都能横着走了。就算是遇见了神尊强者，他也不愿意同时招惹10万神王的。只要不是遇见神帝强者，谁敢招惹你啊？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甚至可以将10万影卫打造成10万神尊。要是再牛一点，打造成10万神帝也不是不可能啊。10万神帝，你他妈说的倒是轻松。要是这么简单，你当初怎么不把他们打造成神帝？那他妈你在神域也横着走，还用沦落到现在这个田地？古魂在你手上是个麻烦，在我手上同样是个麻烦。你别告诉我，古魂被我拿着就不会被人发现，怕是我前脚进了神域，后脚就有人开始找我的麻烦了。这方面的问题我帮你考虑过了，你只要将古魂存放在小世界之中，应该不会被人察觉到的。应该？只是应该？一定，这一定不会被人察觉到。这还差不多。不过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好处了吗？还要好处？这小子也太他妈贪心了吧，这还不够吗？算了，我也不为难你了。谁让我这个人善良呢？就见不得别人为难，我就勉为其难的帮帮你吧。我可不是为了你给我的这些好处，单纯是因为我人好善良。你明白这个道理吧？无耻，太他妈无耻了！昊天神帝没办法，虽然很看不惯陈长安，但也只能够忍着道了一声谢。不用谢，这都是吾辈心善之人该做之事。既然都已经谈妥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回去了？啊？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想走就走的吗？我说过吗？你年纪大记错了，我可没说过这话。陈长安尝试过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只不过这昊天神帝确实有2把刷子，想要将意识抽离回到身体之中，对于陈长安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自己何必费这个劲儿呢？而昊天神帝也是被之前陈长安的自信满满的样子唬住了。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真的很无耻？夸我的人很多，不要以为你夸我，我就会领情。该给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少。哦，对了，你这一缕残魂以后也会留在我的小世界之中吗？还有，这10万影卫这么强，我的小世界能够承载得下吗？没事，融合了世界珠之后，你可以将这里转移到你的小世界之中。情况和太古仙域差不多，就是在你的世界之中隐藏了这么一个地方而已，看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可以将这里和你的小世界分隔开来，互不干扰。听到昊天神帝的话，陈长安点了点头，不会对自己的小世界造成影响就好。下一刻，陈长安就感觉自己的意识重新回到了身体之中，而面前的棺椁上面多了2样东西，一样就是世界珠，另外一个陈长安感觉得到里面蕴含了很恐怖的能量，应该就是古魂了。现在这种状态，你能够和我交流吗？可以。你还想问什么？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私藏呢，我就算去取，也得知道在什么地方吧。在昊天神殿，等你日后去了昊天神殿，我会告诉你具体在什么地方。至于我的身体在何处，就得靠你寻找了。但我可以肯定，一定就在当初围攻我那7人之中某个人的手上。你不想知道这7个人是谁吗？不想，这件事情不着急，以后再说。我问你一件事，如果我在这里融合了世界珠，并且将这个地方转移到了我的身体之中，那我怎么出去？面对陈长安这个问题，
昊天神帝无奈地说着：“你就不能出去之后再融合，然后将这里收进你的身体之中吗？你本身就在这里，怎么收呀？”有道理，那我先走了，您老先歇着吧。当陈长安走出结界的那一刻，发现外面密密麻麻全部都是黑影。你们是在迎接我吗？听到陈长安的话，10万影卫竟然做出了一个单膝跪地的姿势。看得出来，你们也认为跟着我比跟着昊天神帝有前途。你们都是聪明人，不错，非常好。你们就先继续留在这里吧，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让你们出现的，而且我会想办法提升你们的实力。昊天神帝或许说的都是畅想，但你们记住，我和他可不一样。我或许真的有办法让你们成为10万神帝。影卫身为影之一族，他们能够看穿人心，也正因为如此，画大饼的事情对他们根本就没用。但陈长安说出来这番话之后，10万影卫却给陈长安带来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激动。对于影卫的表现，陈长安也十分的满意啊。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那些黑影是什么人？影之一族，影卫，你的运气很好，命也很大。你知道影卫的实力如何吗？听到陈长安的话，陈青青摇了摇头。神王，而且影卫多达10万。10万神王？你的意思是攻击我的黑影是神王境界的影卫？那我还真的是命大。你先等我一下，我要融合一下世界珠。世界珠？那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小世界，也知道世界本源之力，不知道世界珠？确实不知道。我的认知只停留在仙域这个层面。你觉得超出了仙域层面的事情，我有可能会知道吗？听到陈青青的话，陈长安觉得也有道理。世界珠的融合很轻松，与此同时，陈长安发现自己体内的小世界似乎变得更加稳固，而且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走吧，先回木家。好。这么多人。当陈长安带着陈青青出现在木家的那一刻，也被眼前所看到的人数惊住了。姐夫，你回来了，大家都等你了。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姐夫，你是真不知道你在太古仙域的名气有多响是吗？但凡是通知的，谁会拒绝啊？谁不知道跟着你混前途无限呢？我给你算算啊，玄天域的幻化仙宗，还有云之兰所在的云家，流云域的就更不用说了，什么一殿二宫三仙门以及4大家族全都过来了，还有9大仙族，另外8家也都过来了。你算算吧，这就得多少人了？还有一些是听到消息之后主动过来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了。大哥，你终于回来了！老祖，长安哥哥，师傅，陈公子，公子，大家都先冷静一下，你们几个先去一边待着，一会儿我再找你们。是。你们怎么也过来了？你们也打算去我的小世界发展？你们在太古仙域发展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舍弃了？我们又不傻，跟着你，我们以后的成就会更高。你变得越来越强，你的世界也会越来越强。况且你不是要去神域了吗？我们在你的小世界之中，日后拥有直接进入神域的机会。这种好事儿，我们怎么可能会错过？那你们都走了，太古仙域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没有我们，太古仙域也一样会发展。行吧，这8家都已经打定了主意，陈长安自然也不会说什么呀。毕竟人越多，对自己的小世界发展越有利。陈长安，你这都要走了，临走之前，是不是有些事情处理一下呀？这家伙是等着让我喊他爹呢。先成了亲再走。爹，到底是你家还是我家？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成亲的事情，我觉得不急于这一时。况且成亲与否，并不会影响任何事情。你看看那2个，不也没成亲，娃都怀上了100年了。你这丫头，我这么做不还是为了你吗？你们过一阵子就要前往神域了，要是……爹，成亲与否真的会影响到我和陈长安的关系吗？我们之间的情感不需要通过成亲来巩固和维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是想要让陈长安叫你爹，你可不是为了我。这叫什么话呀？我当然是为了你，他叫不叫我爹能有什么用？你这丫头，容易吗？我这个当爹的容易吗？只是想让女婿叫声爹，怎么就这么难呢？谁家好女婿让他们岳父叫大哥呀？还是先办正事吧。你们要知道，我的世界如今只不过是刚刚发展，你们去了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无妨，当年我们在太古仙域，也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吗？你们龙族当年为什么会出现在太古仙域？也是现在这种情况吗？我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我只记得我有意识之后就存在太古仙域了。大哥，确实是这样，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不过以你如今这种情况来看，我们也很有可能是人为将我们转移到这太古仙域的。如果真的是人为，那么太古仙域很可能也是别人的小世界，那么会是谁的呢？神域中人。
陈长安感觉不太像。如果是神域强者的小世界，那昊天神帝不会出现在这里啊。算了，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去纠结，毕竟对咱们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你们去通知一下大家，让他们准备一下吧。姐夫，我们要准备什么呀？你们要准备什么，我哪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想好的？有就带过来，别拆散了你们。本来只是一句调侃，可没想到慕云海居然老脸一红。我去，这是有情况。姐夫，人早就来了。嘿嘿。谁家姑娘这么不幸，咋看上你了？姐夫，我有那么差吗？是王家的姑娘，怎么样？我厉不厉害？王家没从我们穆家娶走姑娘，反而是我把他们家姑娘拐到手了，也算是给我姐出出气了。你说是不是？你们几个小家伙发展的不错呀，居然都仙尊巅峰境界了，看起来很快就可以突破到仙帝境界了吧？他们虽然没有陈长安那么离谱，但也在短短的200-300年时间之内，就将修为提升到了仙尊巅峰。老祖，我们是不是给您丢脸了？200-300年都没有突破到仙帝境界，我们实在是有些不知道如何面对您。你们不要和我比，同样不要和任何人比。记住，你们要不断超越的是你们自己。执念太深，对你们并没有任何的好处。一门心思的想要追赶我，反而会让你们陷入到一种困境之中。你们的实力已经很不错了，同样的年龄，放眼整个仙域，谁会是你们的对手？就算是当年的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同样没有你们这般优秀。好好修炼，将来你们是要前往神域去历练的。以后就在我的小世界中努力吧。老祖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绝不会让老祖失望的。夫君，那我们呢？我们也要前往小世界吗？陈长安点了点头。神域毕竟一切未知，让他们跟在身边并不安全。你们的修为仙帝了，我们什么都没做，修为就自己涨上来了。我受不了了，没有这么气人的。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生而为人，差距就这么大吗？哎，算了，养老吧，我也不打算努力了，就去陈长安的小世界养老就好，反正在那里面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危险。你们两个目前还是先去小世界吧，这样安全一些，毕竟你们现在还是以安胎为主，况且这也并不影响你们的修为。好吧，陈长安，我刚刚想起来一些事情。难道说胡天骄看到的那个未来危机还是没有解除吗？你想起来了什么？我记起来了，我当年看到那一幕的地方就在穆家的小云天，再加上如今我们都在这里，我怀疑。胡天骄虽然并没有说出来，但是陈长安明白他的意思。会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危险，把大家都召集过来？我先将你们都送入我的小世界，这样一来，就算出现危机，你们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大哥，我们也要进去，我们就不用了吧？对，我们留在这里陪你。除了我之外，你们现在都要进入小世界，听话。那你自己小心一点。放心，我没有那么短命。这样一来，胡天骄看到的未来应该就已经出现了变化。那只巨手真的会从天而降吗？突然他心头一动，蛊魂，妈的，忘了将这东西放在小世界之中了。难道说蛊魂自己存放在了纳戒之中，也会被人探查到？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想到这里，陈长安连忙将蛊魂从纳戒之中转移到了小世界。然而下一刻，小云天的上空突然传来了撕裂的声音。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有趣，一个小小的仙域中人，竟然能够抵挡得住我的威压，果然有些本事。将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看样子，还真是奔着蛊魂而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东西？奇怪，明明感觉到了，怎么又突然消失了？我不管你将东西藏在了什么地方，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将东西交出来，另一个是死。选择题？我连你要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怎么交出来呢？你这明摆着是想杀我呀！少装模作样！你刚刚藏起来了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面最清楚。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最好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此人实力之强，乃是陈长安迄今为止遇到过的最强之人。究竟实力如何，陈长安也并不清楚。神帝？恐怕不是。你要的东西我没有，若是想要动手，便动手吧。正好，我也想要领教一下神域的强者究竟有什么本事。下一刻，胡天骄当初所看见的巨大手掌从天而降，巨大的手掌直接向着陈长安拍了下来。啊！这小子当真是仙域之人，怎么会拥有如此惊人的实力？面对我的攻击，竟然毫无留情，甚至……一声巨响，声音响彻整个太古仙域。不
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你不是仙域中人，你也来自神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记住了，在这儿，老子说了算。滚回你的神域，灵爆！陈长安很清楚，对方出现在这里不过是灵魂意识，或者可以说是他的神魂。想要真正的击退对方，就必须施展灵魂攻击。当陈长安施展了灵爆之后，神域强者的气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灵魂？若不是逃走的及时，差点着了这小子的道。他究竟是何人？老天，你能听到我的话吗？听得到。怎么了？刚才那个人的实力如何？不知道。不知道？你一个神帝，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如何？我他妈就是一缕残魂，况且我躲在你身体之中，我感受不到对方散发出来的实力，怎么给你判断？要你何用？喂，你小子什么意思？过河拆桥？放屁！老子是那么不讲信用的人吗？难说。滚蛋！我问你，我跟他交过手，我要是去了神域，对方岂不是很快便能够找到我？你知不知道神域有多大呀？知不知道神域是什么样的地方？你又别装逼，有话直说。我是神帝，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呀？好，神帝，您能放点带味儿的屁吗？你这人说话怎么如此粗鄙啊！我告诉你，神域之中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神域是由无数个界域所组成，而每个界域之间相隔不知道有多远。最重要的是，界域之间都会有一道屏障，寻常人是没有办法穿过屏障，感知到其他界域里面的人或者事。所以只要你不是和对方出现在一个界域之中，他应该是感知不到你的气息和存在的。他在神域感知仙域的情况会很轻松，但感知其他界域根本不可能。你小子打算现在就去神域了吗？有这个打算了。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可能还会给太古仙域带来麻烦。好，那就快走吧。你小子真是个妖孽，道地境界居然就能够击退神域之中的强者。虽然我不知道刚才那个人的实力如何，但既然是神域中人，实力不会弱，起码对于仙域而言，那是绝对恐怖的实力。话说，我刚刚想起来一件事情，你说界域之间相隔很远的距离，那当年那7位神帝7天就找到了你，他们的速度这么快吗？按理说，他们得到消息再出现到我面前，就算是神帝巅峰，也不应该这么快才对。除非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人暗地里面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且背着我设置了一个传送阵。在神域之中，界域之间哪怕有传送阵，也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到达。就算有传送阵，也需要几天的时间，那可真是够远的。你要飞升仙域了，这么快？也对，你的修为已经到达了道地境界，确实可以走了。可惜，原本我还以为自己也可以前往神域，但是我的这点实力，去了，怕也是送死而已。相识一场，看在无名刀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进入我的小世界之中发展。等你修为达到标准之后，我可以直接把你带到神域之中。好，我去。吴莫白不是一个傻子，这陈长安明摆着是看在无名刀的面子上，想要照顾一下自己。我能带着封神殿的所有人都去吗？若是将他们留在这里，有点不太厚道。可以，多谢。带走了封神殿的人，陈长安自然也不会忘了天地村的这些人。与此同时，从于天雄的口中，陈长安也得知了一个消息：虚无之地3大顶尖势力的那些道地巅峰强者，都在几天之前飞升神域了。大哥，你终于舍得放我们出来了吗？哎，这里不是虚无之地吗？啥情况呀？之前在穆家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呀？大黄被陈长安从小世界放出来之后，就开始问个不停。听不见吧，还有点想念；听见了吧，还觉得他烦。闭上你的狗嘴，在里面就吵个不停。动干嘛？你别担心嘛，我就不信你不想问问。你问个没完，让他怎么说？有道理啊。大哥，你说吧，我不问了。陈长安懒得搭理大黄，随后将在小云天发生的事情和慕云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么说来，小云天彻底都毁了。毁了，若不是我挡得住对方，恐怕太古仙域都会被毁。不过都已经过去了，只要咱们离开了，对方也没有理由再对太古仙域出手。现在就走？现在就走。陈青青不和我们一起吗？他选择留在小世界之中，他应该是想要帮助我的小世界发展吧。这样也好，所以前往神域的还是我们几个。大嫂，
你怎么好像很嫌弃的样子？没有的事儿，我姨母可没嫌弃我啊。对，大嫂嫌弃的是谁，谁心里清楚。啊，好家伙，你们两个兔崽子要起义呀！人家两个人成双成对的，你们不还是得跟着我混吗？讨好那两个有用吗？行，你们两个好样的，现在就开始孤立我了是不是？到了神域，别指望我罩着你们。说的好像你很强一样，有大哥大嫂在，我不怕。不错，姨父姨母才是我最可靠的港湾。舔，你们就使劲的舔，好像你们能他妈舔过我一样。大哥，我才是你最疼爱的小弟，对不对？好恶心！你少恶心我！还有正事儿没说呢。为了避免飞升仙域之后咱们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一会儿大家一起进入。你们……陈长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一坨直接变大了身体。大黄和小蚯蚓轻车熟路地跳上去，小蚯蚓紧紧地抱着大黄的脖子，而穆云瑶同样是站在了一坨的壳子上。大哥，看啥呢？来啊，就差你了！走啊，飞升仙域了，快动起来！哇，好重！这神域的重力好强，起码是太过仙域的10000倍。好强的重力，我感觉自己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确实影响很大，看起来我们需要先适应一阵子才行。哎，又有人飞升了，不错不错，你们几个过来吧。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这儿的奴隶了。啊，奴隶？前几天飞升那几个人跟你一样的表情，不过现在他们也已经乖乖的印上了奴印，成为了奴隶中的一员。你们是不是很不服气？我知道你们不会求怨，但规矩就是规矩。飞升神域者需奴役10000年，才可获得自由之身。奴役10000年？昊天，你怎么没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他妈你说的，你问我才能说，你不问我说个屁。我以为你知道。我知道个屁，快说，这奴役10000年究竟怎么回事？就是万古神域的一个规矩而已。飞升到神域的人都要被印上奴印，奴役10000年之后，奴印消失，也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了。奴役要干什么？这就不一定了。有人可能会成为店小二之类的，也有人会被送去当丫鬟，反正看其他人的需求吧。需求不同，所以奴役的工作也不太一样。不过也不是白干，1年给1枚下品神石。1年给他们1枚下品神石？这他们打发要饭的都没有这么干的。这是真不把奴役当人呢。怎么样才能够不当这个奴隶？我可没有当奴隶的爱好。这还不简单吗？只要你足够强就可以了。不过神域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若是有人拒绝奴役，并且没有什么靠山的话，那么你所在的这个界域，所有人都会针对你，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而且被抓住之后，你会成为最低级的奴隶，从事最肮脏的工作。你觉得你的实力，如今到了能够在这界域之中无所顾忌了吗？怎么这么多破规矩？靠山？这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找靠山去？界域之中最强者是什么境界？我不是有10万蛇王吗？这还不横着走？每个界域的实力都不一样，所以最强者有多强，这说不好。至于有位，理论上你确实有横着走的机会，只不过……昊天神帝这话一出口，陈长安顿时感觉自己好像被这王八蛋给忽悠了。10万影卫不能用，那他们不就是一个摆设吗？痛快点说。你猜我为什么让10万影卫待在我的小世界之中，很少让他们出现？我猜你妹！他们出现会怎么样？影之一族重新出现，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到时候你就会被关注。那7位神帝要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你身上，可不是什么好事。你琢磨，你细琢磨。琢磨？我琢磨你大爷！妈的，搞了半天，除了世界珠之外，昊天神帝给我的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资源在昊天神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武魂，那更是要命的东西。本以为怎么说还有10万影卫，结果也他妈不能随便动用。这王八蛋怎么比我还坑啊？你信不信我弄死你？我已经死了，我他妈鞭尸！谢谢你帮我找到了身体啊！滚！好嘞。对了，我还有件事情要提醒你，你刚刚来到神域，身体恐怕需要适应一阵子才可以。你只有到第1重境界，只有突破到半神境界，体内的仙灵之气才会转化为神力。到了那个时候，你受到的影响才会消失不见。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突破到半神境界。突破到半神境界，奴役的事情都还没解决呢。要是当了奴隶，还突破个屁！天天他妈给人端屎端尿了。陈长安没有继续和昊天神帝多说，而是将自己的意识收了回来。两人虽然聊了很多，但也不过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而已。
不要想着反抗，规矩就是规矩，从来都没有人可以打破。不过万年而已，对于修炼者而言，并不算很久。况且，这万年奴役对你们也有好处，让你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适应神域的环境。不然的话，你们死在这里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不想要成为奴隶呢？可以理解，努力修炼飞升，谁也不是为了当奴隶来的。可规矩就是规矩，你没资格反对。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先拒绝，但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还是不要自讨苦吃了，我也不想动手。这个人的态度还不错，并没有盛气凌人，只不过是平静地说出了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陈长安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友好我就友好，你若装逼，我比你还能装逼。啊，这边有还没有印上奴印的新人吗？哼，今天运气真是不错，这女人我喜欢，我要了。此话一出，不仅仅是陈长安皱起了眉头，就连刚刚和陈长安交谈的那神域之人也是眉头微皱。看起来你们的运气很不好，若是刚才你们让我印上奴印，起码不会受罪。神域中人无奈地说着。受罪？陈长安看向远处那个打慕云瑶主意的人，嘴角浮起了一抹冷笑。最好冷静一点，这里是神域，不是仙域。或许你曾经在仙域之中无人能敌，但在这里任何人都能够灭杀你。那个人我认识，来自于彭云赵家，你们得罪不起。我这个人什么都怕，可就是不怕得罪人。我不管他是什么彭云赵家还是彭云构家，我的人他也敢惦记。好，这个眼神我喜欢，我就喜欢那些看我不顺眼的女人。越是这样，本公子越是要让你成为我的贴身丫鬟。你这样的姿色成为我的丫鬟，倒也不算给本公子丢人。师傅，交给我吧，放心，有我在，没有人可以打你的主意。长安，杀了他！好，不过是夏季飞升的蝼蚁，竟然也敢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很好，非常好。我让你永生永世都成为我赵家的奴隶，你会为你这个眼神付出你承担不起的代价。你也会为了你刚才的言行付出你承担不起的代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小子怕是疯了吧？我看就是一傻子，还以为这里是仙域不成？哎，真是可怜人呐！本来老老实实奴役万年就可以了，现在倒好，得罪了赵家人，这辈子恐怕都摆脱不了奴隶这个身份了。你根本就不清楚，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天壤之别。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看着对方脸上轻蔑的笑容，陈长安毫不在意。一掌，赵家公子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陈长安的身上。这就是你所说的天壤之别。看起来神域的人实力也就一般吧。扛住了！这小子竟然用肉身扛住了赵家公子的一掌，这肉身未免也太强了吧？难道此人修炼的乃是肉身之道？不可能！你不过是刚刚飞升，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给我死！这一次赵家公子全力出手，然而结果却没有任何的改变。陈长安站在原地，脸上挂着轻松的微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什么境界？准神境。准神境，确实很一般。好，你这个奴隶我要定了，日后带着你出去有危险了，只好帮本公子抵挡。奴隶，竟然还幻想着让我成为他的奴隶，你太天真了。我要的是你的命。他刚刚说什么？要我的命？然而下一刻，赵家公子感觉到一股充满了死亡和毁灭的力量将自己完全包裹住了。轰！一拳，仅仅是一拳，赵家公子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竟然直接被陈长安给打爆了，尸骨无存，甚至于赵家公子体内的神魂都没有能够逃得出陈长安的魔掌啊！差点让你小子跑了，是不是以为神魂不灭，你将会永生不死？只要逃回赵家，赵家人自然有办法帮你重塑肉身。很可惜，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留后患。我给你的神魂安排了一个好去处。赵家公子的神魂此时看着陈长安瑟瑟发抖，还没等他放出什么狠话呢，陈长安已经将他的神魂送到了昊天神帝所在的地方。你弄进来个什么玩意儿啊？怕你无聊，给你送个棒。你小子不是喜欢让别人当奴隶吗？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奴隶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千万别让这小子舒服了。行，你小子够狠，比我当年都狠。放心，虽然我如今只是玉垒残魂，但收拾这小子还是很轻松的。我会让他每天都过得很舒服。舒服可以，但不能真的舒服。你没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吧？
此话一出，昊天神帝差点直接掀了自己的棺材板啊！